大雄不努力，世修徒伤悲。照顾惯了大雄的蓝胖子职业病又发作了，害得世修变成了和他爷爷一样的懒虫。这是要大雄子子孙孙都斗不过胖虎小夫的节奏吗？做机器人真好，除了陪小学生玩就是吃喝了，每年还有一次免费去未来度假的机会。可当惯了全职保姆的蓝胖子对大雄一点也不放心，气得小学生扛起250斤的胖子就往抽屉里塞。要不是多拉美特意来接，恐怕这一天就要被蓝胖子给啰嗦没了。多拉美化身女司机，带着蓝胖子飙车回了22世纪。可蓝胖子屁股还没坐热，多拉美的电话就响了，接着就是花痴尖叫，看来是约了男朋友没错了，把蓝胖子扔一边就走了。世修让蓝胖子看电视休息下，可屏幕上出现了新款记忆面包的广告时，蓝胖子还是忍不住要给大雄带点回去。世修早知道蓝胖子这全职保姆的性格，只好让他像个大爷一样坐到阳台的摇椅上去休息。蓝胖子两眼发直，愣是没办法放空自己，干脆去查房看看世修有没有在写作业。没想到人家世修不仅自觉，而且作业难度甩他爷爷100个博士生，他可是要造个机器人呢。胖虎和小夫两人隔了好几代的后辈，还是铁打的2人组，打来电话要和世修进行机器人对战，看看人家造的机器人多牛逼吼吼，再看看自己的一堆破烂玩意儿，都得赖大雄欠的债留到了世修这一代。蓝胖子决定要化腐朽为神奇，用机械养成液往玩具机器人身上一喷，分分钟身高超小夫。蓝胖子越低越嗨，结果机器人变成了快报废的老头子，显然是低多了。蓝胖子又搬出多拉美送他的发明家。世修说想造最强机器人后，发明家喷着黑烟鬼畜的抽动起来，一副快要爆炸的样子。两人根据发明家给的图纸开始制造最强机器人，可这外观一点也对不起最强这俩字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，竟然是个跳舞机器人，到底是武斗还是斗舞呢？果然多拉美一直在给蓝胖子塞废品，蓝胖子又拿出射化光线，打算把它变得高大上，可只照了个头就没电了。高大的头配上低配的身子，画面太美不敢看。蓝胖子又要用电视粘粘棒直接掏一个特摄片里的机器人出来，按以前的剧情走向，不出意外的话要粘到大怪兽了。一阵鸡飞狗跳之后，世修家被拆得一片狼藉。世修表示，算我求你了，你歇会儿吧。可蓝胖子到底还是坐不住，本想硬塞一粒快快丸帮他事半功倍，却误塞了慢慢丸。世修一下子变得和大雄一个德行了，这下得做到什么时候？没了蓝胖子帮倒忙，世修终于造出了理想中的机器人。两帮人马摆开架势准备开战，刚一交手，世修的机器人就吃了个过肩摔。胖波还以为这就赢了，却没想到世修还有后手。胖波的机器人使出了火箭飞拳，只一拳就把对手打倒在地，眼看他就要冲下去补刀了。蓝胖子急得玩命翻口袋，在最后关头给两个机器人贴上了定时傻瓜弹。刚才还在殊死决战的他们手牵手跳起交际舞来，好好的战斗变成了傻雕大会。不过世修并没有真的怪蓝胖子，因为他理解蓝胖子有一颗照顾他人的心。蓝胖子回到了大雄家，一出来就看到又被欺负的大雄哭爹喊娘的样子，看来照顾大雄已经成了蓝胖子生活的一部分。小伙伴们想不想也去未来度假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咋回事儿？咋回事儿？大雄竟然考了100分，不仅在学校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学霸，就连唱歌、中国功夫都甩胖虎好几条街。难道大雄要从此变成人生赢家了吗？大雄抱头大叫，完蛋了！只因明天有数学考试，可蓝胖子却无动于衷，只顾着口中的铜锣烧。如果这次大雄再考0分，就要从幼儿园回炉重造了。可蓝胖子一口一个铜锣烧吃得贼香，大雄气得血压直接上头。但蓝胖子认为这只是撒娇，放下茶杯开启说教模式，让大雄好好反省什么才叫烦恼。看来不知上进的大雄也是蓝胖子的烦恼。被教育了的大雄只好从作业下手，可老妈却在这时让大雄去当买灯泡的跑路工具人。蓝胖子本想带跑腿，可跑腿也是教育的一种，不是吗？学习被打扰，3分钟热度的大雄瞬间就想放弃了。蓝胖子掏出能力磁带盒，拿出马拉松选手磁带塞进了大雄身体里，大雄化身神行太保，分分钟买回灯泡。取出磁带，蓝胖子本想收回道具，可大雄膀胱一扫，发现了数学家磁带。有这好道具，你咋不早给我呢？小气鬼，小气鬼！说的蓝胖子直接自闭，您请慢用。大雄也不客气，数学家磁带入体，瞬间智商超爱因斯坦，1+1什么的难题简直太简单了。第二天，大雄带着磁带去上学了，可蓝胖子却若有心事，看这步伐像不像村口的老大爷？大雄靠着磁带，不仅数学考试拿了满分，
就连汉字、美术都不在话下。回到家的大雄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之中，完全没有在意蓝胖子的表情。蓝胖子感慨道：“如果我不在的话，或许会是一件好事。”这时，蓝胖子来找大雄打棒球，以报大雄独自拿100分的仇。可没想到，大雄凭借磁带，击球回回全雷打，整得胖虎和小夫怀疑人生。大雄整个人都膨胀了，化身魔术师变出一堆玫瑰花，而后化身歌手，收获了一群男女生的芳心。可你当着胖虎面前唱歌，这不是让胖虎气到虎山喷发吗？眼看小伙伴就要命丧虎泉之下，大雄不急不慢拿出中国功夫的磁带，一声啊啾，来了个双杀。现在的大雄你们可惹不起哟！吓得虎父二人跑回家找妈妈。凭借一箱磁带，大雄成功登顶人生赢家。磁带基本都试过了，唯独一盘思考者磁带。随着磁带的入体，大雄开始思考起人生。今天的一切都归功于这箱磁带，而自己仍然没有任何进步。想起蓝胖子失落的背景，更是怀疑蓝胖子要离他而去。虽然终有一天蓝胖子会离去，但自己却也要成长。只要不放弃，一直努力，终有一天会翱翔于天际。回到家中的大雄主动归还了磁带箱，感动的蓝胖子就要把铜锣烧奖励给大雄，可大雄却觉得学生就应该先做作业。虽然1+1对于大雄来说有点难，可只要努力，终会知道等于2的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，但不努力就更不会有收获了。所以小伙伴们也要努力哟。那么除了大雄用到的几盘磁带外，小伙伴们还希望有什么功能的磁带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我记得日本没有洒水节这个习惯啊，可大雄走哪儿都带个桶，还到处洒水。小夫更是过分，直接给胖虎浇了一桶水。这么勇猛的小夫能否活到全剧终呢？热，太热了。对于以勤俭节家而出名的老妈来说，买空调那就是在浪费。所以夏天对大雄来说太难熬了。再看看人家静香以学习为由去图书馆蹭空调，可却在半路遇到一位大爷。原来这里曾经有好多萤火虫，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了。小伙伴们夏天是如何避暑的呢？大雄被热得小腿直蹬，蓝胖子只好拿出可甜可苦洒水套装，按下甜水按钮就开始唱了起来。冰淇淋快来！看得大雄以为蓝胖子脑子烧坏了，可下一秒冰淇淋车就来到了大雄家门口，抠门的老妈竟然主动请起了冰淇淋。两个小家伙终于又活了过来。可智商不在线的大雄到现在也没明白道具的用法。其实用法很简单，只要按下甜水，然后边洒水边唱歌，就可以让东西靠近；按下苦水，就可以让东西离开。道具在手，大雄要从作业下手，要召唤来能做作业的人，可却召唤来了老师。正常孩子谁愿意在家里见老师？大雄立马按下苦水按钮，又是一顿灵魂吟唱，直接把走到门口的老师给唱走了。虽然首战失败，但大雄对这个道具更感兴趣了，立马吟唱起来，想召唤媳妇儿。只见静香穿着贤妻服饰就来了，原来大雄想跟静香玩鸳鸯戏水，厉害了我的熊！胖虎那面正在策划一场超恐怖事件，那就是盛夏演唱会。春夫二人荣幸成了负责宣传的打工人。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大雄三人看到，蓝胖子转头就开逃，但大雄却霍向胖虎，按下苦水按钮，对着胖虎就是一顿灵魂吟唱。胖虎的身体瞬间不受控制，开始后退，小镇众人逃过一劫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到了泳池才发现，这里就像东北过年下饺子，全都是人。大雄立马就准备送走这些太行路上的绊脚石。泳池是没人了，可大雄连蓝胖子和静香一起给送走了。大雄来到空地，凡尔赛小夫又在展示家里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独角仙，可大雄却酸得很，不就是独角仙吗？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按下甜水按钮，又是一顿吟唱，整个天空瞬间暗淡。独角仙大军朝着空地飞来，给小伙伴们高兴坏了，这不就是白嫖吗？白嫖最多的竟然还是小夫。三个小伙伴又来到了节日祭典，可天气这么热，谁不想在家吹空调当肥宅？善良的大雄决定做点什么，按下甜水开始吟唱，祭典瞬间变得超热闹。静香在人群中看到了白天的那位爷爷，众人来到湖边，静香边洒水边唱歌，萤火虫一只接一只的出现。静香表面是在帮爷爷满足愿望，但其实是想跟大雄玩浪漫才对。小伙伴们有见过萤火虫吗？殊不知胖虎二人早就盯上了这个道具，可胖虎的目的竟然是要让他的演唱会变得非常热闹。这个大胆的想法让小夫都后悔偷拿了道具，可胖虎毕竟是靠拳头说话的男人，小夫只能象征性的洒水了。显然小夫没注意到重点是非常热闹的非常二字，只能大桶一挥，将胖虎浇了个透心凉心飞扬。盛夏的夜晚，胖虎还在准备战袍，却感觉仿佛地震了。原来是甜水洒了太多，
整个日本的人都要来听胖虎的演唱会，当然小夫也夹在其中。小伙伴们觉得胖虎嗓子一开能毁掉一个国家吗？